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爱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陈飞宇与迪丽热巴贴身热舞获赞，穿金裙的热巴美到犯规。谁懂啊，家人们！你好，星期六最新一期直接杀疯了。迪丽热巴和陈飞宇为新剧《白日提灯》合体宣传，一场贴身热舞直接引爆全网，热搜刷爆。弹幕全是磕疯了养眼到犯规，内娱好久没有这么带感的营业名场面了。本来只是常规的新剧宣发，没想到两人直接把综艺舞台变成了偶像剧现场。迪丽热巴一身飒爽造型，气场全开；陈飞宇身姿挺拔，少年感拉满。188厘米与168厘米的最萌身高差站在一起就自带解构文学氛围感，再加上贴身热舞的默契配合，每一个眼神交汇，每一个肢体互动都甜到心巴上。更用心的是，这场热舞可不是单纯的营业，而是巧妙呼应了《白日提灯》里的角色羁绊。剧中迪丽热巴是演活了400岁的鬼王贺思慕，冷艳霸气，自带威压。陈飞宇则饰演赤诚又带点破碎感的少年将军段须，两人因无感互通缔结宿命契约，是美艳女王与忠犬年下的极致拉扯。热舞里的眼神试探、双向奔赴，刚好暗合了剧中的情感张力，让剧粉直呼 DNA 动了，仿佛提前看到了鬼王与将军的宿命纠缠。除了双人名场面，这期节目堪称内娱颜值盛宴，刘宇宁、王鹤棣等豪华嘉宾助阵，现场气氛直接拉满。但即便有这么多帅哥同台，迪丽热巴和陈飞宇的关注度依然居高不下，毕竟颜值与默契双在线的组合实在太吸睛。节目播出后，相关话题直接霸屏热搜，迪丽热巴、陈飞宇解狗饭真香阅读量飙升，网友们疯狂刷屏，这 CP 感直接拉满。坐等新剧开播，两人同框就是视觉暴击，太养眼了。还有人扒出两人互动的小细节，迪丽热巴分享葱油饼时的自然投喂，陈飞宇耳尖泛红的羞涩反应，以及游戏环节他认真撩，他疯狂拆的反差萌，都被网友奉为营业范本。直言真情还是营业不重要，能让人笑着磕完就是赢。当然，争议也随之而来。有网友直言，陈飞宇的颜值在内娱帅哥里不算突出，清冷少年感有余，气场却稍显不足，与迪丽热巴自带的英气美艳风格略显不搭，同框时姐弟感搁过了 CP 感。还有人吐槽又是炒 CP 的老套路，呼吁大家多关注作品本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合体宣发绝对是双赢，不管是粉丝狂欢还是路人热议，都成功给《白日提灯》赚足了热度，让更多人关注到这部剧的角色设定与演员阵容。迪丽热巴的气场与舞台魅力，陈飞宇的少年感与松弛感，都在节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两人在剧中的对手戏。其实，综艺营业的意义，就是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让观众提前感受到剧的氛围。迪丽热巴和陈飞宇做到了。他们没有刻意卖腐、强行炒 CP， 而是用自然的默契和贴合角色的互动，既满足了粉丝的期待，也为新剧造势。如今，网友们最期待的就是《白日提灯》早日开播，看看冷艳鬼王贺思慕与少年将军段须能在剧中擦出怎样的火花。毕竟，能把综艺营业做到这份上，剧的质感想必也不会让人失望。你磕到迪丽热巴和陈飞宇的解狗 CP 了吗？在这个流量与话题并行的时代，一场真正让人心动的舞台其实并不多见。但当你好星期六的灯光亮起，当迪丽热巴与陈飞宇并肩走向舞台中央，那一刻，观众仿佛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悸动，一种介于现实与戏剧之间，克制却又炽热的情绪流动。这一场被无数观众反复回放的贴身热舞，从来不只是营业。当音乐响起，迪丽热巴一袭金色长裙在光影之间流转，
她的每一个转身都像是经过时间打磨的艺术，优雅中带着锋芒，柔美里藏着力量。那种属于她的舞台掌控力，不喧哗，却让人无法移开目光。她不是在表演亲密，而是在用肢体讲述一种关系，一种带着距离感的靠近，一种带着试探的信任。而陈飞宇则像一阵尚未被完全驯服的风，他的动作或许没有那么锋利，却有一种天然的松弛与真实。正是这种略带青涩的质感，让他的靠近显得格外珍贵。当两人的节奏逐渐贴合，那种微妙的反差反而成为最动人的张力来源。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舞蹈与他们合作的作品《白日提灯》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剧中他是活了400年的鬼王赫斯木，冷静、疏离，甚至带着一点不近人情的威严；而他是执念深重却依然赤诚的少年将军段须。身份与情感的错位，让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复杂，而这种复杂并没有通过台词表达，而是在综艺舞台上被悄然预演。当观众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眼神交汇，那并不是简单的对视，而更像是角色之间的试探与确认。他的目光带着一丝审视，也带着若有若无的温柔。他的回应则略显迟疑，却坚定而直接。正是这种情绪的层层递进，让人不自觉地带入剧情，仿佛提前窥见了角色命运的一角。很多人会讨论所谓的 CP 感，但真正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甜，而是那种无法被精确计算的化学反应。迪丽热巴的魅力在于她始终保有一种边界感，她可以靠近，却不会失去自我；她可以温柔，却依然锋利。这种气质使她在任何关系中都始终占据主动的位置。而当她遇到陈飞宇这样带着成长感的对手时，反而更容易激发出一种引导与被吸引并存的关系张力。当然，外界的声音从未停止，有质疑，有比较，也有对套路化炒作的疲惫。但如果抛开这些标签，仅仅回到舞台本身，你会发现，这样的表演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足够真，不是情感的真实，而是状态的真实。他们在那一刻确实沉浸在角色与氛围之中。对于迪丽热巴来说，这样的舞台更像是一种再确认。她不需要用力证明自己的美，因为那早已是共识。她真正打动人的是她在不同语境下不断调整与释放的能力。从冷艳到柔软，从疏离到靠近，她始终掌握着节奏，也掌握着观众的情绪。或许这正是她让人着迷的原因。她从不急于给出全部，而是让观众在一点点靠近中逐渐理解她的光芒。当综艺结束，灯光熄灭，话题终将散去，但那些被捕捉到的瞬间，一个眼神，一次呼吸，一段若即若离的舞步，却会长久停留在观众的记忆里。那不是简单的磕 CP， 而是一种关于情感表达的美学体验。而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当迪丽热巴真正走进白日提灯的世界，她会把这种克制而深刻的情绪演绎得更加完整。届时，舞台上的一切只不过是序章。迪丽热巴天鹅颈牵手可竹。迪丽热巴的天鹅颈天花板身份刚坐稳，转头就拿下了可竹的代言，这波颜值变现直接把网友看呆了。原来脖子长不仅能上热搜，还能当吃饭家伙。先回顾下这封神的颈线，前阵子热巴一袭露背黑裙出席活动，那脖子直的像被量角器卡过，肩颈线条流畅的能滑溜溜球，连带锁骨都像是精心开了滤镜。镜头一扫，媒体快门按到冒烟，迪丽热巴天鹅颈磁条光速登顶，连带着肩颈拉伸教程都蹭着涨了100万搜索量。网友酸成柠檬精，这脖子是单独交了颜值税吧？双引号。没想到热度还没消，可竹就直接把橄榄枝递到了热巴面前。消息一出，评论区直接炸锅，品牌爸爸是懂流量的，这代言人选的比我挑外卖还准，以后买可竹是不是送天鹅颈秘籍？我先囤10套。还有人玩梗，
现在连代言卷的都是脖子了，我这缩头乌龟颈彻底没活路了。其实热巴的天鹅颈也不是老天爷赏饭吃，早几年他还被吐槽过斜方肌壮得像练过举重，后来在采访里才透露，自己私下天天跟教练练体态，拍戏间隙都不忘拉筋，连坐飞机都要举着矿泉水瓶练肩颈。这下网友更酸了，原来美女的脖子是用汗水泡出来的，我还是继续当我的低头族吧。不过也有理性粉丝喊话，别光看脖子，热巴的敬业才是真代言密码。从凤九到乔晶晶，她的角色从不重样，连轴转拍戏是家常便饭，这种拼劲和可逐的品牌调性简直天作之合。话说回来，虽然我们普通人很难拥有热巴同款天鹅颈，但学学她的自律总没错，毕竟好体态是免费医美，至少也能摆脱乌龟颈的困扰。在这个总被颜值及正义反复提起的时代，迪丽热巴却用一种更立体、更有温度的方式，让美这件事有了新的答案。最近因为天鹅颈再度出圈，她的名字几乎以一种席卷之势占据了大众视线，但真正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的，并不仅仅是那条堪称完美的颈部线条，而是这份美背后所承载的坚持与自律。当她身穿露背黑裙出现在镜头前的那一刻，时间仿佛被轻轻按下了暂停键。那种从肩膀延伸至脖颈的流畅线条，并不是单纯的瘦或白可以定义的，它更像是一种被岁月和努力打磨出来的精致比例。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是惊艳，但再看一眼，却会不自觉地生出几分敬佩。原来真正高级的美，是连细节都经得起放大和推敲。天鹅颈这个词，听起来似乎带着一点距离感，好像是天赋赋予的礼物。但如果了解迪丽热巴这些年的变化，就会明白，这份优雅并非一蹴而就。她曾经也被质疑过体态问题，也经历过被放大审视的阶段。而正是那些被外界忽略的时刻，她选择默默改变，日复一日的训练，对细节近乎苛刻的要求，才慢慢塑造出今天镜头前那种毫不费力的美。所以当品牌向她递出橄榄枝时，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其实早已埋下伏笔。所谓代言，从来不只是外形的匹配，更是一种气质与精神的共鸣。她身上那种既柔软又坚定的特质，让人很容易产生信任感。观众愿意相信她所呈现的一切，不只是因为她好看，而是因为她真实的在为自己的每一分状态负责。有趣的是，网络上的讨论往往停留在羡慕甚至调侃的层面，比如这脖子是不是单独交了颜值税，是不是买产品还能送同款体态秘籍。这些轻松的玩笑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很真实的情绪，大家在惊叹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对比自己与他之间的差距。但或许正是在这种对比中，我们才更容易意识到，他的特别之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天赋，而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结果。更值得一提的是，迪丽热巴的魅力从不局限于外在。无论是早期让人印象深刻的凤九，还是后来更加成熟立体的角色，她始终在尝试不同的表达方式。她并没有停留在安全区里重复自己，而是在不断寻找新的可能。这种对表演的认真态度，让她在流量与实力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而稳固的平衡。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再回头看天鹅颈这个标签时，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外形符号，而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自律、坚持以及对自我不断雕琢的过程。那条线条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它背后承载着时间的重量。或许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我们很难拥有同样的外在条件，也未必能复制它的每一步成长轨迹，但它所传递出的那种生活态度，却是可以被借鉴的。比如在忙碌中依然不放弃对身体的管理，比如在被质疑时选择用行动回应，比如在顺境中依旧保持清醒和进取。说到底，美从来不是某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一种持续向上的状态。迪丽热巴之所以能一次次引发关注，
并不是因为她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她始终在变得更好。那种变化不张扬，却有力量；不刻意，却足够动人。当镜头再次扫过她的侧影，那条被称为天鹅颈的线条依旧优压如初。但比起单纯的视觉惊艳，更让人记住的是那份藏在细节里的坚持。或许这才是她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不是让人仰望，而是让人相信美是可以一点点靠近的。迪丽热巴20岁就微博翻红，原来顶流也增自卑内耗。一条尘封了10余年的微博，突然在社交平台上掀起热议。2012年，年仅20岁的迪丽热巴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她在微博里写下一段真心话：我又不漂亮又不温柔，长得圆咕隆咚的，还老暴脾气。这句满是少女心事的吐槽，如今被网友重新翻出，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心窝。打破完美滤镜，原来顶流也增迷茫。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迪丽热巴从来都是耀眼的存在。红毯上的她颜值出众，气质绝佳；荧幕上的她塑造过多个经典角色，事业一路顺风顺水。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明星天生就自带自信，从来不会有不自信、焦虑的时刻。可这条20岁的微博彻底打破了大家对明星的完美滤镜，让我们看到了褪去光环后最真实的她。20岁本就是个让人纠结又迷茫的年纪，不管是普通学生还是未来的明星，都逃不过这份成长的阵痛。当年的迪丽热巴也是如此，一边在学校认真学习，一边在演艺圈的门口默默试探，前路未知，心里难免没底。那些藏在心底的不安和自卑，只能化作这条直白的微博，悄悄说给自己听。共情力引发共鸣，青春的烦恼都是相通的。这条旧微博能火出圈，靠的不是明星热度，而是藏在文字里的共情力。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大明星，青春的烦恼都是相通的。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平庸，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因为一点小事就陷入内耗，因为看不清未来而失眠焦虑。迪丽热巴的这段过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模样。如今再看迪丽热巴，早已走出了20岁的迷茫期。她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曾经的自我否定不会定义人的一生，那些看似暗淡无光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未来的光芒蓄力。争议与思考，名人分享负面情绪是真实还是营销？当然，也有人质疑，明星分享自己的负面情绪是真实表达还是另一种营销？这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真实的分享让明星的形象更加立体，也让粉丝看到了偶像更接地气的一面。放眼全球，很多好莱坞明星也公开谈论自己的焦虑和抑郁，这说明名人也有普通人的烦恼，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必为一时的不完美焦虑，也不用因为暂时的迷茫而退缩。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契机。就像迪丽热巴一样，哪怕曾经平凡自卑，哪怕深陷迷茫，只要坚持往前走，总能在时光里沉淀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星光之下，众生皆平凡，青春的迷茫人人都会有，而最好的成长，就是带着这份迷茫勇敢前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最终活成自己的光。在很多人眼中，迪丽热巴仿佛从一开始就站在光里，她的美是锋芒毕露的，她的存在是耀眼而确定的，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像被命运精心雕刻过一般，无懈可击。可偏偏就是那一条来自2012年的旧微博，把这一切理所当然的认知轻轻推翻，让人忽然意识到，原来光芒万丈的背后，也曾有过无人知晓的暗影与犹疑。那一年，他才20岁，还只是上海戏剧学院里一个普通的学生，在人群中或许并不显眼，甚至还会在深夜对着自己发出质疑：我又不漂亮又不温柔，长得圆咕隆咚的，还老暴脾气。这不是一个明星的语言，
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轻女孩，对自我最真实，甚至有些苛刻的评价，没有修饰，没有滤镜，甚至带着一点点自嘲与无奈。正是这种毫无防备的真实，让这段文字在多年之后重新被看到时，依然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我们总习惯把成功的人生倒推成一条顺理成章的轨迹，好像他天生就该站在聚光灯下，好像他从未怀疑过自己。但事实上，每一段闪耀的路径都曾穿过迷雾。20岁的迪丽热巴并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更笃定未来，她也会因为外貌焦虑而自我否定，也会因为性格不够完美而暗自懊恼，也会在未知的前路面前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不是软弱，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正因为如此，当这条微博被重新翻出时，它不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情绪记录，而像是一面镜子，让无数人看见了曾经的自己。那些在青春里反复出现的念头，我是不是不够好？为什么别人看起来都比我优秀？未来到底在哪里？原来并不孤单。即便是后来成为顶流的他，也曾在同样的问题里打转。某种意义上，这种共鸣比任何光鲜亮丽的成功故事都更有力量，因为它让人明白，所谓的光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点一点从自我怀疑中走出来，从无数次否定中重建起来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子，那些连自己都不愿回头看的情绪，恰恰构成了后来一切坚定与从容的基础。再回头看今天的迪丽热巴，你会发现她的魅力早已不止于外表。她身上有一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松弛与笃定，那是一种经历过自我拉扯之后，依然选择继续向前的力量。她不再需要证明我是不是足够好，而是自然地站在那里，让世界去感受她的存在。这中间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段漫长而安静的成长。也有人会问，这样的旧内容被翻出，是不是一种刻意的人设塑造？但其实答案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人们看到这些文字时，产生的那一刻共鸣是真实的，那种被理解、被照见的感觉也是真实的。在这个习惯用完美包装一切的时代，这样一份带着棱角的情绪本身就已经足够珍贵。更何况，他并没有刻意去解释过去，而是用现在的状态给出了最自然的回答。他没有否认那个曾经自卑的自己，也没有试图掩盖那段不够闪亮的时光，而是用行动证明，一个人可以从不喜欢自己，走到慢慢接纳自己，再到最终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这或许才是这条旧微博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他不是在讲一个逆袭的故事，而是在提醒每一个人，你现在的不确定、不自信、不完美，都不代表未来的你。那些你以为的缺点，可能只是尚未被时间打磨的部分。那些你曾经反复纠结的瞬间，也许正是你一点点靠近自己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迪丽热巴站在舞台中央，在镜头前从容微笑的时候，不妨多一分理解与温柔。她的光芒并不是天赋的特权，而是经历过挣扎之后，依然选择相信自己的结果。而这也让她的美变得更加动人。因为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完美，而是一个人如何在不完美中，一步一步走向属于自己的光。让迪丽热巴来演万灵之主赫斯木，真是颜值演技的双重降维打击。每一部能够大获成功的影视作品，背后总少不了一次精准而惊艳的选角。当白日提灯的女主万灵之主赫斯木最终确定由迪丽热巴饰演时，或许就已经注定了这部剧会带来令人意外的惊喜。毕竟，让迪丽热巴来演万灵之主，无论是外形气质还是演技功底，都可谓是双重降维打击，角色与演员的契合度几乎完美无瑕。即便是在中午档开播，由迪丽热巴和陈飞宇主演的古装剧《白日提灯》依然开播即火，全网热度迅速突破了24000大关。以这种势头，首日热度轻松突破26000甚至更高，也并非意外。
然而，这篇文章的重点并非讨论白日提灯能否成为爆款，而是要仔细谈一谈饰演女主的迪丽热巴。说真的，经历了刑侦、政法等非热门题材的尝试之后，迪丽热巴重回古装舒适圈的威力依旧惊人。她古装下的绝美颜值，对角色的多面精准呈现，简直堪称颜值与演技的双重降维打击。看过《白日提灯》首播，或者追过原著的人都会明白，女主贺思慕是一个设定极其复杂的角色。更难的是，迪丽热巴不仅精准地演绎出了贺思慕两种反差极大的状态，她还挑战分饰疯批反派乔嫣，可以说一人完成了对三个截然不同角色的诠释与表达。这三个角色各具特色，反差感强烈，且各自立场不同，要让每一个都精准呈现，对任何演员都是巨大的考验。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迪丽热巴能自然本色般展现柔弱孤女贺小小的纯真，也能毫不违和地呈现统御归墟的万灵之主贺思慕的强大气场，更能彻底颠覆以往的演技风格，将反派乔嫣的张扬与狠辣演绎得入木三分。当迪丽热巴饰演贺小小时，她身着青绿罗裙或白衣白裙，灵动甜美，仿佛一阵清风轻拂，让人不自觉心生怜惜。而一旦化身贺思慕，红衣红裙或暗黑服饰的加持下，她宛如女王降临，眼神里透露出的威压感仿佛能够摧毁世界，让人不寒而栗。至于乔嫣，则是另一番风格，绿意加深，妩媚张扬，魅力直击骨髓，每一眼都令人心神震颤。每一套造型都极致贴合角色，迪丽热巴的表现可谓无可挑剔，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惊喜。毫无疑问，这次迪丽热巴选对了剧本。白日提灯的剧情风格，以及贺思慕、贺小小、乔嫣的人物特点，完美契合她的颜值与演技特质。她在诠释角色时游刃有余，仿佛轻描淡写之间就完成了降维打击。即便面对如此复杂的三重角色，她仍然轻松驾驭，好似还有大量潜能与技巧未被完全释放。未来若再让她挑战几类不同风格的角色，想必同样能轻松胜任，并赢得观众的喜爱与认可。特别是在演绎贺思慕与乔嫣时，迪丽热巴打破以往印象所带来的惊喜感，以及几乎教科书级别的眼神戏，多状态间自然切换，让人清晰感受到她演技上的成长与提升。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形容，这次迪丽热巴是真的演爽了。观众也被她完全带入剧情，颜值与演技既飞的她，实在让人难以移开目光。事实上，迪丽热巴应当多尝试这类复杂且辨识度高的角色。尽管她在《利剑玫瑰公诉》中表现不俗，但那些角色难以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而像贺思慕这样拥有昼夜两副面孔的万灵之主角色，以及反派乔嫣的挑战，才能真正释放她可盐可甜的表演潜力。这一点已经足以让她在业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直线上升好几个等级。总而言之，我已经被《白日提灯》里的迪丽热巴彻底圈粉，再次被她的颜值与演技深深吸引。虽然古偶剧常常不被主流奖项青睐，但这绝不意味着演员演技不出色。迪丽热巴能够在一部剧中轻松完成三个角色的演绎，这种实力少有人能及。可以说，这次她的表现令人惊艳，非常有机会冲击电视剧奖项。当一部作品真正击中观众内心时，往往不是因为它声势浩大，而是因为某一个对的人，在最合适的时刻，走进了那个最契合他的角色。而这一次，《白日提灯》之所以在开播之初就掀起热度浪潮，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迪丽热巴与贺思慕之间那种几乎命中注定的相遇。说实话，这些年我们看过太多美则美矣，却不入魂的古装女主，但迪丽热巴这一次显然不在此列。她的美不再只是停留在精致的五官与优越的比例，而是逐渐沉淀为一种能够服务角色，甚至放大人物灵魂的表达工具。当她以贺小小的身份出现时，那种近乎透明的纯净与柔软，
让人仿佛看见了风中摇曳的一株小草，脆弱却倔强。而当他转身成为万灵之主赫斯木，气场骤然收紧，目光如刃，那一刻的他不再只是漂亮，而是带着一种令人屏息的压迫感与统御力。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乔嫣这个角色的出现，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具颠覆性的存在，张扬、危险，带着几分疯狂的魅惑。这种角色，如果稍有不慎，就容易流于表面化的狠，但迪丽热巴却演出了层次，她的狠是有温度的，是带着欲望与执念的，是让人既想远离又忍不住靠近的复杂气息。三种身份，三种气质，她完成的不是简单的切换，而是一种几乎无缝衔接的存在。很多观众会用降维打击来形容她的表现，这个词听起来夸张，但放在这里却意外贴切。因为你很难再用单一标准去衡量她，颜值、气质、表演控制力，在这一部剧里同时被放大，并且彼此成就。她不再依赖某一项优势，而是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稳定的演员状态。其实回看她之前在不同题材中的尝试，不难发现，她一直在寻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表达路径。利剑玫瑰公诉里的她是克制的、理性的，但那种角色多少限制了她本身的灵动与张力。而白日提灯则像是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她的多面性，既可以极致柔软，也可以极致锋利，既能让人心生怜惜，也能让人不寒而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这次对眼神的运用。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演员进步了，其实并不在于台词或动作，而是在于他是否真正学会了用最微妙的方式去传递情绪。在赫斯木与乔嫣的切换之间，你几乎可以仅凭一个眼神就分辨出他是谁。这种控制力是时间与经验累积后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刻意为之的技巧展示。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次的迪丽热巴是放开了的。她不再拘泥于观众对她的既定印象，也不再试图去迎合某种安全区的期待，而是真正沉入角色本身，去体验，去释放，去表达。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她在这部剧里似乎演得很轻松，但这种轻松背后是极高的完成度与稳定性。也正因为如此，白日提灯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一部热度作品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信号，一个演员在经历了多种类型的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与边界。而这种状态一旦形成，往往意味着更长远的可能性。或许古装题材依旧难以成为主流奖项的宠儿，但真正打动人心的表演，从来不需要奖项来证明。迪丽热巴这一次用3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完成了一次极具说服力的自我更新。它让人看到的不只是还能更好，而是原来可以这样好。看完之后，很难不产生一种感觉，它的上限远远还没有被触及。而这样的演员才最令人期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